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3日，那么还有一天呢，就是圣诞节了啊，就是平安夜了。所以呢，今天啊，无论如何要录一期。那么这个月呢，一直大家都在说，对吧？有什么圣诞行情、圣诞行情。那么我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判断呢，就是觉得呢，这个市场呢，还是要继续下跌的啊。那之前呢都是反弹，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月呢应该来说，没有很大的行情啊。那么按照那个老样子啊，我先把我的那个这个月的情况啊，我的账户的情况讲一讲。首先呢，就是我这个月啊，从12月1号到今天23号呢，总共的这个收益呢是15.88%，然后呢，就算上这个从11月18日啊，我开这个账户开始，到现在12月23日啊，那么总的收益呢，现在是目前是45%啊，那么上个星期呢是到了40%，对吧？那么这个星期呢是到了45%，所以这个星期其实一共只有5%的收益啊，这个月呢一共也只有15%的收益，所以上个月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有行情的啊，因为我上个月的收益差不多是在30%，那么目前呢就只有15%啊，就这个月，而且明天就圣诞节就结束了嘛，对吧？所以目前的圣诞节的行情呢，应该来说它是一个震荡啊，震荡。那么有往上要冲刺的这种感觉啊，比如说那些指数啊什么的，对吧？都要往上冲。还有就是之前的呢一些科技股啊，一些 AI 股啊，冲高的啊，不是冲高的，就是下跌的啊，下跌了以后，有些呢就有一个短暂的反弹啊。那么我的判断呢，还是未来啊，还是要下跌的啊，因为这个冲高它的这个动力不强，对吧？就像我现在这个账户一样的，它不是像上个月啊就有30%的这种回报啊，这个一下子这个上涨的动力是很强的。它现在只有看起来也是在向上，对吧？我的这个金额啊也到了7600，那么也是在就是向上的，但事实上这个能量是很弱的啊。那么我呢，在这个月呢，其实就这一周吧，对吧？因为每周我基本都更新视频。其实这一周呢，我呢，操作上呢还是有一点失误的啊，因为之前呢，我买进了一只那个挪威邮轮啊，邮轮股，挪威邮轮，我是在18美元买的，然后呢，我在23美元啊，我就给它卖掉了。但事实上呢，就是它后来又连续涨了2天啊，它最高的时候是到过24美元的，就我差不多少盈利了10%啊。那么如果多盈利这个10%呢，那这个月的收益呢达到60%吧，啊，就55%，对吧？那么这样呢，就跟上个月应该来说也差不多啊。那总的来讲呢，就是我觉得该抓的机会呢，我也去抓了啊。但确实就是市场上如果没有行情呢，还是比较难做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是我目前成绩就这个月的成绩比较差的一个原因啊。还有就是也有一些个别的因素，对吧？比如说觉没睡好啊，睡眠可能就质量不是很好。我也不是啊那些就是分析新闻的那些搞这个股票的自媒体的博主啊，主要是我不太会那个，我主要是以就是实际操作为主的。那么我肯定有成绩啊，我要有成绩我才会去做内容，对吧？如果没有什么成绩啊，那我肯定就要去研究啊。所以呢，这个就跟我日常去操作，比如说我去年1年我去操作账户的话，那肯定就不一样啊，因为我重新设立这个小额账户的话，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跟我过去，比如我买在那里，我只要判断好，然后我等在那里啊，那就会很轻松。现在主要是为了做这个内容，对吧？那么其实有不少网友呢，
也是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发邮件什么啊，有的呢也要问我啊，说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啊或什么。我现在呢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吧？那我如果现在我的这个账户啊，我翻了10倍啊，现在里面是这个7000变7万了，那我觉得有些情况啊，我可以跟你分析分析。现在我自己啊也是处于一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水平，是吧？所以我只能够就是说做内容啊，该讲的啊我都会讲啊，这个我对未来的判断什么我都会讲的啊。那么未来呢，我还是一样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来讲，现在啊这个新高应该是很难上去啊，主要是没有强大的动力啊，不管是在资金方面啊，还是在那个就是基本面，对吧？就是什么新闻啊什么的，市场的情况啊都没有。那么今天我还看到，就是说有说啊，就是资金现在就是很多都去买了什么亚马逊啊，买了什么谷歌啊，他们的一些债券啊，都没有去买他们的股票，就很多大的资本他们不太愿意就是说去投这个估值，主要也是基本面没有什么样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吧？举个例子，如果说比如说啊，就俄乌战争啊，如果停止了，那么欧洲现在又批了大概几百亿欧元的钱，就是要给乌克兰。那如果说俄乌战争停止了，那欧洲是不是这个就不用一直去向这个就是这个上面去花钱？那么这些呢都会转化为经济动能，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市场预期，包括啊，就比如说老川现在谈的说要把什么俄罗斯重新再纳入商业体系啊，或怎么样，对吧？就是说未来啊，那俄罗斯的或者说乌克兰的又会有很多新的市场，就是说起码你有故事可以讲。那现在的情况是，就不但是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就别讲了，就欧洲，对吧？现在它本身这个钱啊，它也是不停的在投入啊。本来说那个开会说要把那个就俄罗斯在欧洲的钱去拿出来去就是给到乌克兰，但是呢，还是有反对啊，就很多国家反对，最后呢这个事情也没有谈成，最后还是由欧盟自己出钱。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我觉得是商业上的这种前景上，对吧？就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这个不是好的消息。另外呢，比如说像就也是比较好的消费类的股啊什么的，都是被低估啊，也没有资金就是说去追。现在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散户啊，还是之前的一些机构的钱，都投在什么 AI 啊，或者说那些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感觉啊，这个有点像就之前那种互联网泡沫那种感觉啊。那么会不会形成泡沫呢？会不会形成就是说系统性的这种崩盘，像这种股灾来临，对吧？100%不敢讲，但是我认为呢，也不太会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从美元的货币政策来讲，现在才刚刚开始走向宽松啊。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俄乌战争的前景来讲啊，就这个事情还是会走向就是结束的，就是说这是个倒计时，就一天一天肯定是在向更好的方向在发展，并不是说刚开始，对吧？就等了好几年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大家都有一种警戒的心态啊，就大家可以发现，不管是大的这种财经啊，或者说这种那个投资公司啊，包括就自媒体啊，像我们这种散户，大家都会就放在嘴上说这个现在风险现在很多东西被高估值了，对吧？所以呢，在这种大家有警戒心的情况下面呢，一般来说呢是不太会形成这种就是市场非常的狂热，那股灾那应该来说呢，市场会冷却一段时间，然后呢，就逐渐大家回到理性以后呢，才开始继续增长那个时候呢，
在指数什么的都突破新高呢，那个就会比较健康一点啊，这个是我认为的啊。那么还是啊，就最后给大家讲一讲股票吧。那如果说2026年啊，就如果不是说这个小的账户啊，就比较大的，如果资金比较稳定的啊，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那么对我来讲呢，我会考虑去买那个 Amazon 啊，就是亚马逊啊，因为像这个亚马逊呢，就不管是从服务啊，还是从产品的质量啊，就是说它的这种服务，让大家还是愿意多花一点溢价去买的啊。虽然现在有很多竞争，对吧？说什么大家去买香烟啊，还有什么买那些就是中国系的一些那种就是网络这种那个网站啊，但事实上就是亚马逊能够给你带来的服务也好啊，还有就是售后的，尤其是售后的啊，就我觉得大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多花一点点钱，更何况就是他的什么会员服务啊，年薪很大啊，还有什么看电影啊，还有什么听音乐啊，对吧？反正总的来讲就是说这家公司啊，我觉得如果执行长他没有换掉，就一直是贝佐斯的话啊，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讲，它的股价也是在低估的，就是它在几个大的科技公司来讲，它是估值是比较少的啊，所以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比较稳健的话啊，那亚马逊我会在它低的时候啊，我会考虑去买的啊。那么最后呢，就是祝大家啊，就是圣诞节快乐啊，然后2026年啊，就有一个更好的开始。那么大家如果愿意支持我呢，那么我也很高兴，对吧？就是说我这个关于我这个小账户的视频呢，我也会一直的更新下去啊，就是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些奇迹啊。那么未来呢，大家想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呢，也可以问我啊，给我提问，好吗？谢谢大家。